大家好，欢迎收看 Easy Mandarin 中文播客。你怎么一点都不配合一下呢？啊 Hello， 啊，因为说实话，就是在我的频道里啊，很多朋友都说啊，我最喜欢你和你妻子在一起那个对话节目啊，为什么没有了呢？啊，确实贵人多忙事儿啊，事儿太忙了啊。现在在千呼万唤之中啊，重新回归啊，我们现在继续开始做这个中文播客节目。你有什么感想吗？这么久之后，几个月之后，观众们重新见到你，发表一下你的感想。你脸上有个猫毛，好，很好怼到你的嘴边了，能不能多说几句？很好。好的。惜字如金啊，确实惜字如金，但在后面就是做播客的时候，希望您话多一点点啊，就是在您的专业领域里啊，稍微话多一点点啊，不然同学们学什么呢？学对吗？好，今天我们废话不多说啊，直奔主题，就是今天想和你聊一个话题，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很多朋友都老说啊，我是一个讨好型人格，我是一个讨好型人格，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个？其实我还挺困惑的，因为我自己不算是一个讨好型人格。你和讨好型人格差了108000里。但这个108000里到底有差距在哪里呢？其实我们日常最常听到的，是很多妈妈妈妈会担心自己的孩子在社交中，就是他们比如说看到了孩子在社交里有一些现象，会把自己的玩具让给好朋友啊，或者是或许把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分享给对方，让对方先玩之类的，然后家长就会很担心说，我的孩子会不会是讨好型人格？我也非常担心他变成讨好型人格。然后往往有这样担忧的家长，大多自己是一个讨好型人格。这个所以说，因为你刚才说到孩子，那孩子是天生的吗？还是说受父母影响？我还没有说完。No，sorry 我说就是因为家长、父母他自己是这样的人格，所以他会觉得他可能深受其害。他会觉得讨好型人格过得非常的辛苦，为他人而活，不是为自己。所以他也很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讨好型人格。那么他有可能，因为这是他非常在意的点，那他就很有可能把孩子的一些行为只捕捉一个片段，然后放大。就是孩子其实未必是。对，未必是。比如说，孩子想要去通过交换玩具或者分享自己喜欢的东西，他可以获取一段友谊，可以获取对方跟自己能玩一会儿，但是这个是他自己的一个社交需求，并不代表他就是一个讨好型人格。对。如果说孩子长期忽视自己的需求，一味的去顺从他人，去迎合别人的需求，那这个时候你才要去考虑孩子会不会是讨好型人格。而且是在讨好型人格一个形成的过程，因为我们知道人格它不是说一天生下来它就是这样的，它也是根据自己的气质特点，然后父母的养育模式，他自己成长过程中所交友啊、学校啊、社会环境之类的，慢慢的去形成一定的这个人格的一个状态。对。然后对于很多成年人来说，那其实就很清晰了。就是我说的那样，总是把自己的需求放在后面，然后把他人的需求放在前面，总是想去迎合别人，想让别人过得非常的开心，让别人的需求得到满足，接着自己又很痛苦，然后自己的想法啊、感受啊、要求啊都没有办法表达出来，这种就是讨好型人格。因为你刚才其实也提到了，有几个原因，可能是本身的气质，还有父母的养育，还有成长的环境等等。那么这个，你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什么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应该还是成长的环境。成长的环境。对，你说到这个气质，不会有人天生下来
啊，就会讨好别人了，对不对？对，可能有一些孩子他可能敏感一些，对别人的情绪感知更强烈、更敏锐一些。但是如果说这样的孩子，父母养育的很好，养育得当，让孩子有非常强的配得感，然后也并不需要，比如说我是成年人，我需要让孩子来配合我。让孩子去达到我的一些期待和需求，如果没有达到，我就对孩子非常的失望啊，然后呢，会对他有一些冷落啊，等等等等。没有这样的模式下，那么这个孩子他依然可以很健康的成长。哦，就是其实本身的气质啊、性格影响并不是特别大的，关键是养育的一个状态。对，在养育过程里面，还要取决于孩子对于养育人、养育自己的一个他的加工模式，就是我是怎么看待我父母去养育我的。你就比如说，同样的两个孩子，一模一样的父母嘛，养育下来，那么两个孩子也有可能会形成完全不一样的。那是因为父母对待两个孩子的方式不一样吗？不能这么的绝对，就是如果说这么绝对去说的话，那么就会把父母的这个养育放到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其实会让人有一种你如果但凡行差，一步行差一步，那么你就会对孩子有了翻天覆地的影响，所以给父母的压力就很大。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父母他一定是有很重要的影响，但他不是全部。还有就是这个孩子如何去加工这样的影响。但是这个如何去加工和他的先天也有一定的关系。然后而且孩子他不只是受父母影响啊，对，他受到的影响因素非常的多。那么在整个这么多复杂的这些因素的影响下，那么孩子可能就会长成另一种模式，就是另外一种，就像很多人说我是讨好型人格这种状态。对，就是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可能会把父母的责任说的太过于夸大，对不对？其实父母也没有那么强大到你可以直接去，当然除了一些很极端的情况，对，你可以很强大到直接去扭转一个人的一生，扭转他的性格，除非很极端的一些情况，正常情况下他只是孩子成长中的一环。只是一环呢？对，那么你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想那既然只是一环，那我是不是就无所谓？那肯定不是，因为你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那么就尽你自己这一部分，起到积极的作用，给孩子一个好的支撑，就足够了，就可以了。那有没有可能就是父母其实做到很好的支撑，但是孩子还是因为成长的环境，因为比如说同学啊、学校啊等等因素，让他长成这种讨好型人格呢？也不是没有，对，而且我觉得，父母不可能做到100%的完美啊，那肯定。对，那么在这样的不是100%完美的情况下，孩子可能接触了一些其他的信息，他再有一些加工啊，或者怎么的，可能也会导致。所以就是，我们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比如说我发现我现在自己已经是个讨好型人格，对，我们也就不用去把所有的劲儿或者不舒适都去找原因，对，只归因于其中某一个，对，就跟我们自己养孩子一样，我们也不用说我把所有的这个精力就只倾注在某一方面上啊，那么就是去看自己哪些是自己可以做的部分，去把那部分进行调控就好了。这个点我觉得他很对，就是你不能过分的关注它的成因，但是成因可能也有很多，因为现在大家很习惯就是说啊，我的小时候可能父母的养育确实会有很大的影响，但它未必是最大的影响，应该说未必是唯一的影响。那么现在我们要不要就是还是得去探究一下它的原因，还是说现在要做就是怎么调整一下现在的一些行为方式呢？是不是得先知道原因然后再调整，还是说原因其实也不用太在乎，直接有所行动就行了呢？其实我觉得，我觉得可能对讨好型人格会有一个，稍微有点片面的一个解读。就是并不是说它就一定是一个问题它一定就是需要去改变和调整的，包括我们讨好型人格这一挂的。你也是讨好型人格，对。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去讨好别人，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一个策略跟模式，那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里，我们是
可以获取我们想要的东西的。比如说我通过去满足别人的需求，那么或许他可以保护我。他是我自己从小长到大，在这个环境，不管家庭环境或是社会环境当中，肯定是你用了有效的。一种生存策略一样的东西。我可以让我自己生存下来。对。当然也比较说起来会比较难过一点点，就是当你需要用这些模式去保护自己的时候，那么你这曾经的这个环境一定是不太友善的，不是那么的轻松的。对。所以你需要从很多小孩子从小到大慢慢去成长过程里，他就会需要衍生出一些策略，才能在这个环境下让自己安全的生存下来。对对。但是我们有时候会想，我现在成年了，我这个模式在我现有的这个关系里，是不是还是适用的？你会去想，假如啊，你在工作里，你的那个老板，他就很吃这一套，他喜欢自己是一个比较强大的角色，喜欢自己是一个比较众星捧月的角色，那么其实你在和这样的人共事相处的时候，你是可以去讨好一下安全，可能不要用这个词，可能这个词让人产生了很多误会。对，就是你可以精准的知道对方需要什么。其实我们老会说讨好，它是一个贬义词。对呀，对呀。但实际上，能拥有这项能力的人，我觉得基本上都是洞察力很敏锐。肯定，你能很快就知道对方的需求是什么。你想要知道对方的需求，这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技能。是的。而且同理心很强。是的，是的。你也很能共情别人，你会知道别人需要什么。那么好好的利用它。但是同时就是要知道一点，就是怎么样不伤及自己。对。所以我会觉得，并不是说所有讨好型人格啊，你这个就是个毛病，就是个问题，对，你要改，不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得正视自己，就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些它都是策略，都是技能，它曾经保护了你，帮助了你。然后如果你在现在的这个不管是工作环境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环境里面，你会发现这个技能其实依然，或者我这个模式策略依然能够帮到我。没有关系，你可以继续沿用它。因为每一个人你不同的关系相处里面，他可能用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对。你会知道它是你的技能库里面的其中一个技能。同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是指什么？就是不要过分的压低自己的需求。而是你要知道，就是我在这段关系里，我去迎合你的需求，我看到你的需求，但并不是代表我只为了让你舒服。我的最终目的是，我可以通过我和你打通和你的关系，我来达到我的需求。一定要把这个最终的目的标向自己，而不是说我让你 happy 了就好了，我满足你了就好了，我没有关系，我忍着，这是不可以的。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一定是要去学会把最终的受益者调整为自己。但如果说你会发现，就是你用这样的方式也并不能给自己带来益处，你得不到你需要的，那么就不要再用这样的方式，就证明这段关系里面用这样的策略是不合适的。所以很多人，我觉得是不是还有所谓的路径依赖嘛？因为像你说，这更多是一个生存的模式，从小到大是适用的，所以可能在你的一些关系里头啊，你也习惯性的这样去做，反倒其实因为可能这个关系带给你很多的压力，你因为有这个路径依赖，习惯了这样去做，反正这个事情会变成对你一个很大的伤害。所以说你刚开始说的，其实我觉得讨好型人格这种人格，它其实算是一种中性的表达，就看你是怎么用。但现在大家很多时候好像更倾向于认为它这个贬义的，就是因为这个性格好像有造成了很多的内耗，对吧？所以其实还是一种认清自己，然后就是在特定的情况下、特定的关系里有不同的心态和态度，这个比较重要。我觉得一定要，正面的，积极的肯定自己，一定要有这样，首先一定要有这样的认知，然后其次你才能知道你在什么关系里，你可以用哪一些武器来保护自己。当然，如果在很亲密的关系，比如说夫妻，夫妻关系里面，
还有包括亲子关系，你可能会说我会希望对方好，我就是想无条件的爱对方，这当然是正常的，可以的，但你比如说你一直在这个关系里，你是付出的那一方，一直是付出，一直是付出，一直是付出，他长期以来这个天平就失衡了。对，那么当你会说啊，我都给你付出了这么多，你为什么还不能看到我，还不能来满足我？那么其实这个时候对方根本都不知道你有这些需求，而且可能已经很习惯付出的这一方是你，然后你怎么现在突然又索取了？也会无法去接受这个变化。对对。那么你在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就是要调整合理的期待，而是我对你好，同时我要对我自己好。对，你讨好别人的时候，先要讨好自己。对，你很能有非常强的能力去洞察别人的需求，那一定有很强的能力去看到自己的需求是什么。所以在这个更亲密的关系里，要去想办法做一个平衡。我觉得其实最重要是不要失去自我了，一定要把自己这个阵地给站稳了，不能因为你要讨好别人，或者你有很强的洞察力，慢慢就失去了自己。很多人很痛苦或者内耗很严重的原因就是自己这个部分好像慢慢就没掉了，对，就只变成了我只是真的就是讨好你了，对，像这样是很痛苦的。但假如能把自己这一个部分立住了，其实我觉得它只是你生存的一个策略，对吧？因为讨好型人格它的核心其实就是觉得我不值得被爱，我没有办法被别人看到，我不够好。它的核心就是背后其实是这个信念在作祟的，所以你会想着啊，一旦我对你好一些呀，或者我去满足你啊，你会不会主动来看到我？你会不会觉得啊，这个人还挺努力的，这个人还挺好的，我是不是可以去看到他？就是我们会带着这个东西，这些信念，它会让我们整个人是弓下身子的。没有办法挺直身子。对，就像我刚说的，比如说在同事啊，或者跟领导之间相处的时候，跟朋友之间相处的时候，就是你知道，就是我自己是，我可以去看到别人的需求是什么，那么你可以去做一个非常周全的人。但是一定要记住，就是你自己也可以不做，你也可以选择不做，即便你不做这些，你依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你依然是一个值得被爱的人，值得被看见的人。但如果说你有想要得到的东西，你想要这个关系更进一步，你可以我动用你身上的这些技能。对，你说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词语，技能。对，它是你的一个技能。是的。受益匪浅啊！因为就说实话，最早的时候想起这个话题或者这个名词啊，因为可能中文里头"讨好"这两个词呀，确实是一个贬义的说法。但是今天听你这么一说，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就是真的感觉好像这个就是真的是人的一个策略，一个技能而已，就看你怎么用。对，就是不管在怎么用，其实就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就是不要失去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对吧？是的，一定不要，也不要看低自己，不要看低自己。对，一定要觉得自己非常的好，非常的棒。所以如果说真的，我们这一趴人，我会觉得先学会爱自己，先学会讨好自己。对，讨好自己。对，讨好自己，让自己真的在某些需求上能够得到满足，而且你自己知道你怎么去能够满足自己这些需求。我会觉得啊，他在一定程度上你是。不管社交啊、关系里啊，你是会比很多人多的一项技能的。对，其实反而是一个优势，可以把它发挥好。对，我其实还有时候挺羡慕你，就觉得你的洞察力很强，同理心、共情能力很强，就很容易能察觉到别人的不舒适，以及别人的需求是什么。我在这方面就相对比较迟钝，我觉得这其实真的也是一个优势的一个技能。硬币都有两面嘛。对，可能在成长的过程里会觉得为什么总要看别人的脸色？就不能自我一点吗？我也很希望我自己可以怎么想就怎么说，然后想要什么我都可以说。像
今天中午跟娃聊天的时候，就我也很想吃冰砖。小时候对，我也很想要那个好看的衣服，想要新衣服，不要那个裁缝做的那个衣服。但是就是我和我哥就会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对对。所以在我自己经历这些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样的讨好是很痛苦的，对，很辛苦的。是。但是同样，这些技能带给我的，就是在我未来成年之后，我和其他的亲密关系相处，比如说我的闺蜜，我和你，我和孩子之间，我可以把我们的关系拉到非常非常近。对对，确实是你和你的儿子，狗子一撅就知道你在想什么。这句话是一个陕西话，就是儿子的屁股一动就知道他在想什么。对，妈妈就知道孩子在想什么。啊，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咱们这个节目啊，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就不只是对观众有意义，其实说实话对我都是挺有意义。因为确实里面的很多概念，我们现在人啊，在日常生活中真的会听到很多。但是呢，真正就是很用心的去好好的学习过、研究过的是比较少的。就是真正它里面的原理啊，我们其实可能会一知半解。比如说讨好型人格，大家一说出来就觉得讨好肯定不是很好的一个事情。但是其实它是一个很中性的这么一个表达。所以我觉得是很有意义啊。那么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里啊。就是特别欢迎啊，我们这个 Tin， 就是 Tin 我的妻子啊，本期我其实是有一点想分享的。哦，你说。就是我为什么会想和你做这个节目。哦，对。这我不知道。哎，你说。就是我记得曾经我还在带社群的时候，然后我会发现就是非常活跃的，在社群里很活跃的那些妈妈们，很多人和我的气场不是很搭。对对。因为我是一个大 I 人。对。然后我也不喜欢就是把自己过多的信息暴露给别人。然后我也不是很喜欢社交。我喜欢独处。我喜欢宅在家里。对对。也没有那么活泼。但是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你有跟我说一句话，就是说，其实你看有很多人他们没有说话，他们很多人并不是活跃在社群里的人，但这些人恰恰可能就是我这样的人，对对，反而很难有一个机会让这些人去发声，可以有人去安静的去听他们去说话，听他们去表达，对，所以我会觉得。你之前一直鼓励我说，就是希望我可以多多的交流分享，因为可能会鼓励到那些就是没有办法很好的、积极的、热烈的表达自己的和我同样类型的人。对对对，因为我自己曾经有自己带过的学员，有深入的交流的学员，我会觉得，确实从他们这已经过去了1年、2年、3年了，对，他们的改变和跟我现在的一些交流分享，我确实也没有想到我自己会给他们带来那么大的影响。对啊，对，小酸奶他们，是我记得，所以从我的角度，我会希望，我们可以去通过这样的一个分享，然后让更多和我相似的人，对，可能产生一些共鸣。我相信人都是一样的，大家可能未必说中文。对吧？散播在全世界各地，但是其实我们面对的困境啊，还有人生的很多的东西都是相似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不止作为一个中文节目很有意义，作为这方面的，我觉得也非常有意义。是的，而且我自己是一个，是一个从泥潭里挣扎出来的人。是的。然后在这个过程里，我虽然没有那么多。很专业的词条啊，或者信息啊，知识啊，去跟大家分享。但我可以分享我自己这一路怎么样走到今天。对，这是实打实的实战经验。这个才是我觉得最有意义的。然后看可以去帮到哪怕一点点，或者哪怕给那些曾经或者现在依然处在黑暗或者困境中的人，哪怕有一点点的支撑力量，我觉得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对，突然让我很感动，你有这么一个出发点。我最早以为只是把你拉来这个节目，帮助我这个频道增光添彩而已。现在我突然感觉有了一点点使命感。
真的就是好像就是不一样。我是觉得，当然我们之前做中文教学的时候，其实也有一定的使命感，就觉得我做的东西其实要不一样，要大家都提供这种东西，其实没有意义，所以我老是在想一些不一样的形式、不一样的内容，大家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东西。所以今天你这句话让我也真的是触动。我不是说为了在表面上说出这个话，就是我觉得不只是这个，其实在中文教学里面就没有这种东西。首先是这一点，其实你这个出发点也特别有意义。社群媒体里头，其实真正活跃的人，他们都是那种很外放的，对，很习惯表达自己的，对，是的。但是其实有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不是不愿意表达自己，是找不到一个出口，是的，去说，找不到一个人去倾听。那么我们现在说这些东西的话，刚好他们听到了，他们能有机会去感受，哎，这个人好像说东西真的好像是和我的状态一样的，我感觉被看见了。对，我觉得真的对于一个成年人而言啊，特别是身处困境的人而言，被看到就是一种力量。对，是的，真的，我非常认同这句话。我也很认同这句话。那么咱们今天先到这里啊，好，下期再见吧。